是赵少康，欢迎你来到 TVBS 少康战情室。在我们现场特别来宾，严卫慈议员、陈世轩议员、尹乃菁小姐、柯志恩委员、李彦秋委员、黄建豪委员。好，美国是吧？不只是 Harvard 要全面暂停国际生的签证面试，而且要面试什么呢？还要针他们的社群媒体的审查。事实上已经有了。前一阵子我就听人讲，到美国去，然后他觉得你怪怪，但你把手机交出来，检查你的那个什么 Line 啊什么，到底讲些什么？对，就已经开始检查了。不，之前就有，还不是对学生哦。就他如果怀疑你这旅客，你这个要去美国玩的，有什么特别，看你手机里面有没有讲什么。有没有勾结什么啦等等有没有跟这个贩毒集团，然后反正他有他一套审查的方法。那现在是学生都要你要去美国，先看看，我想他审查什么呢？有没有反犹太的倾向？有没有骂犹太人？有没有骂以色列？然后呢，你有没有骂美国？有没有川普？有没有反川、反美？以美、以川，搞不好都有问题那教育部说 AIT 到现在为止还没有停止我想可能美国的命令还没到了，因为这是新闻先发出来嘛。新闻发出来后，等到正式公文啊什么，可能还有个1-2天的时间，2-3天的时间有可能了那当然，这个哈佛现在被整得很惨钱都不给他了因为美国大学研究计划很多，研究计划钱哪里来？比如说我当时我的研究计划，我从好几个地方来我的教授从 EPA 美国环境保护署从这个 National Oak Ridge Laboratory 那个田纳西的橡树林国家实验中心，就第一颗原子弹做的那个地方有好几个机关给他钱让他做研究那现在川普已经命令联邦机关都过查，有没有给哈佛的各种研究计划都把它停掉。之前已经停了差不多30亿美金了，今天最新新闻说还有个1亿美金的这个计划要把它停掉那所以现在蛮惨了所以呢，这个很多学生要入学的日期可能都要晚了。你现在有2种人嘛，一种是暑假想进去暑期班的，一种是秋季班的，9月要去的那要不然就找别的学校变成这样子那么另外呢，这个哈佛校长说，你川普说不是危害哈佛，你危害整个国家，人才训练是国家的，甚至是国际的，人类的，你现在都把它干掉了，那叫什么意思呢？那哈佛校长叫贾博他说，取消补助金的做法令人感到困惑你到底是干嘛呢？这是言论自由也是我们的宪法权利你这个也不可以，那个不可以说那另外呢，美国驻外使馆还发一个文提醒说这些学生不一定是 Harvard 说如果你 drop out 逃学 skip 翘课skip classes 或是离开你的学校，当然我认为说退学是不可以了，我给你签证就是来嘛那另外呢，这个离开学校也不可了，逃课。这学生逃课这也不行，太好了，这帮着大家管学生。所以呢，你们都要小心你的签证，学生 F20 那个 I-20 可能被取消而且你可能失去未来获得美国签证资格。你现在走了以后，你将来来都有问题。这很严真的把学生吓死。现在很多学生不敢离开美国，真的。本来暑假离开一下，现在都不敢，生怕去了以后就走了就回不来了然后呢，这个很多国家抢着要。因为 Harvard 的被录取线都是经过层层的关卡，你托福要考几分，你 GRE 要考几分，你 GMAT 要考几分，然后你的成绩要怎样，教授要写推荐信，然后各个学校反正查来查去都是最好的学生。你不要以为你第1名可以去，第1名还不见得可以去别的也是第1名类似这样。所以呢，其他现在就是大家想抢日本已经下令了大家尽量抢这些学生。香港也下令了，这些大学尽量抢这些学生这么好的学生还不抢吗？看一下。川普2.0审查入境人士的手段越来越严格，因为据传国务院指示驻外使馆停止安排学生签证面谈预约，直到国务院颁布扩大社群媒体审查的最新指导方针。Again, whether they be student or if you're a tourist who needs a visa or whoever you are. 具体来说，受影响的是 FMJ 签证，虽然目前还没有列出具体审查指引，但大方向是要排除对美国有敌意或是犯罪意图的人。虽然已经排定的签证面谈不会改变，但还无法确定准备在秋天入学的外籍生会不会受影响。
We're not going to lay out here with the media the nature of the steps that are taken, the methods that we use. That would seem to be a little bit counterproductive, perhaps. 外界忧心这可能拖慢学生签证的处理速度，高等教育机构当然首当其冲，特别是川普近期再出手施压哈佛，继先前威胁冻结30亿美元的补助款，现在还要终止联邦机构与哈佛的至少30份合约。川普不断大砍学校经费，也让频频遭针对的国际生越来越反感。Immensely. Almost a quarter, 25% of their enrollment is international students. 川普动用一切手段对哈佛极限施压，对立也在急速升温。来，这怎么你们这个大学教授怎么看？我觉得这个是很难以想象。今天刚好有一位台大学生会非常优秀的学生，然后拿到 Berkeley 的全额奖学金，要去念法学的这个博士啊。他下礼拜才 interview， 现在突然这个禁令一来，他们都不知道该怎么办。那刚好有另外一个，刚好上礼拜拿到了这个去了，然后也拿到了护照了，然后上面有签字了。哇，你看就是。什么时候会到这个时候？会因为你不能到 AIT 去 interview， 然后拿到这个所谓的那个入美国的这许可，大家会有这么大的情绪反应哦，很难想象。所以 Trump 他这个做法，说实在，就好像恢复到麦肯锡时代的时候，你就被言论要被审查。你对于一个还有你的 social media， 这对于一个号称全世界最民主先驱的国家来说，怎么可能？这是极其讽刺的一件事情。而且对美国来说，你要知道，美国州政府他们当然是有对他们学生的保障，可是不管是州立学校或是他们私立学校，最大的财政来源还是来自于国际学生。你知道那个学费都差距5-6倍以上，你现在完全禁止了，然后你看这些学校未来该怎么办？而且更不要说，就像刚刚那个赵大哥所提到的，非常多，特别是在加州，全部的科技公司几乎70%-80%都是外国的移民，他们的人才是因为美国就是一个世界大熔炉，对不对？吸引到全世界人才，才让美国之所以伟大，是因为这个因素。你今天把这样东西给限制了，可能不是立即是限住了。你有没有思考过3年、5年、7年之后，美国的人才到底是怎么办？所以今天你刚刚也提到了，世界各国今天在教育文化委员会，教育部来也很多人也问到了，台湾提出什么样的方案？教育部没有专案处理，他们就是给各大学希望能够广招，也注意到这个趋势，但是并没有采取非常积极的一个做法。不过我话说回来了，以台湾目前的能量、学术能量，还有能够提供的奖学金，应该也排不到这些学生能够来。你看刚刚所举的，不管是东京大学，还有包括新加坡的大学，那个不是只有让你进来，还提供你非常高额的奖学金啊。那香港，你看香港大学或中文大学，它的整个学术排名其实都是比台湾来得好。所以即使我们有比较积极的一个做法，也很难。更何况我们根本没有在这件事情上立刻的去 pick up。所以我只能说 ，Trump 的这个做法，我现在只是认为，美国这么大的一个这么民主的国家，他这样的一个做法会不会引起极度的反弹，而造成他因为反弹太多而让这个政令有所改变？我们就来观看，因为这件事情影响太大，不是有现况，还有未来的部分。我告诉你，就像哈佛有些学生想来，我看我们也不敢收，怕得罪川普，好吧？日本东京大学收，文部省就教育部了，下令每个大学都要收。香港、欧洲，来燕秀。一个人才是一个国家重要发展的重要根本哦。美国之所以在2战后可以迅速发展变成全世界的强国，它在军事、在经济、在科技上其实都有非常卓越的成就哦。但是川普一上任之后，无论是在经济上很多关税的做法，包括在这一次在政治上的做法，包括在这个收留学生，包括他第一任的时候，他曾经有禁牧令过。所以这些事情其实对于美国短期看起来对川普来说好像是利多，因为在经济上他可以1对1做谈判，在学生在国际上他有很多他自己可以做法，但是我觉得对于美国这么一个长期大家认为强大的国家来说，我觉得是留下永久没有办法修复的伤害，特别在吸引人才。美国过去能在 STEM 教育上有这么多，在科技上，在很多国防的安全上，它有这么多的一些好的研究出来。其实人才非常重要，特别是在独角兽的企业，在国际的学生里面有1/4，其实就是有外籍生留在美国，所以这对美国来说，成为一个强大国家，过去长期以来有非常重大的帮助。那诚如刚刚智恩所讲的，其实包括从2023到2024，我们就看到，光是收这些国际学生。
生就达到440亿美元的收入，所以大家就可以知道说，这笔收入对于美国这些排名常春藤大学来说是多么的重要。这是对于任何一个国家来说，其实人才都很重要。但是在这一批国际学生当中，我们如何留才？特别是前一阵子，昨院长才说我们要发展 AI 人才，黄仁勋也说，我们现在台湾 AI 人才其实不到国际排名的1/10，所以未来如何留这些人才？我们有没有这样的环境？我们有没有这样的师资？不管是不是 AI 人才，就是说不能只有喊话，具体的做法是什么，我们才有机会留住这些人才。包括 AI， 我们所讲的，我们留不留得住？有没有机会吸纳一些人才进来？就你川普搞什么关税啦等等，那是一回事，但你这样去打压美国最好的学校，哈佛不是美国全世界你看排名，它经常都是最好的。去打压这样的学校，那你川普到底想干嘛呢？你需要留下跟秦始皇留下万世骂名吗？来，乃金，我今天看到那个国务院准备啊，因为这是 Politico 的独家嘛哈，准备发布这个训令所有的驻外的使馆哈，然后要来暂缓这个签证的面谈，而且要去扩大到社群媒体的审查。就是现在很多的年轻人都是活在网络世界里面呢，就是包括就是说你的什么 Truth Social 啦，哈，然后 X 啦，啊，搞不好还有 TikTok 什么什么通通都要被审查。我第一个想到就是哇，这个人呢活得久啊，实在有一个好处。你怎么能够想到美国民主国家的美国有一天会跟北韩看齐呀？我是到过北韩的，然后你到这个北韩之前的时候呢，他们都会警告你，哈，你最好呢在你的手机里面呢，你不要有任何的像这种是反对朝鲜的这个言论，他会清查，哈，还有照片啊什么的，通通都不能够有。等到你进去了之后呢，很多地方也都不准拍照。等到出关的时候呢，他也是会看的哈，所以我想说，哇，这个美国竟然有一天跟北韩一样哈，要去查你们所有的你在网络世界里面的痕迹，这个是很恐怖的哈。怎么会美国今天做到这样子的地步？然后他要针对哪几种人？其实我们从那天国土安全部呢发函给哈佛，然后就说他要对于暴力，然后反犹。还有与这个中国共产党合作，哈，这些要把他的名单的清单给交出来啊，我就觉得他就是要针对这3种人，哈，一方面呢，你反犹当然是这个重点哈，另外一方面呢，你可能有很多来自于像什么穆斯林的国家啊，我们不是只有中东才有穆斯林国家，印尼啊什么的也很多啊，印度也有穆斯林啊，也有就很多这种穆斯林的国家，他是会担心。你们这些人到我们这里来了之后呢，你不但是反对川普，还是有那种有一些这种恐怖主义的，或是怎么样的，他都在防。然后跟中国大陆，你是不是有一些什么样的合作？然后我要去防止说你到我们这些顶尖的学校来读书的时候防止这个窃这个机密啊等等。但是它整个笼罩的一个气氛呢，就是像刚才各位所提到的，他把美国好不容易呢。在二战之前的时候，美国不是什么学术重镇啊，它是在这个二战之后，因为德国因为纳粹德国这样子屠杀这个犹太人，所以全球的最优秀的都到了美国去之后，它使得它的学术的这个水准以及它各方面，诺贝尔奖得主才会这么多是出在美国。他现在这样子搞，就是阻绝了所有的外面的一切的这个人才。这第一个，第二个，他砍那个哈佛的。经费哈，它是有道理的，因为呢，川普呢，他在前2天的时候呢，他就在他的那个 Truth Social 里面就讲，就是说我们要砍掉这个哈佛的30亿美金，要给谁？给全美的技职学校。你说这个对于他的支持者来讲多有吸引力啊！他这一波呢反这个哈佛，就是结合了反觉醒、反左派、反精英哈，然后呢，对于不听话的哈佛开刀。我觉得这就是川普统治下的美国现在所表现出来的一个集权化、唯我独尊心态化的一个现状。这个对于这个真的是民主政治的悲哀啊！因为美国能够上哈佛也没几个人了，对所以呢，你既然上不了哈佛，把哈佛干掉，把那个钱都给你们，高兴吧？那共和党的资深测试自己都说，美国传递出来的讯息就是不要来美国了。但是最后的受益者恐怕会是中国，
不要说全世界了，就是中国本身很多优秀人到美国留学，你不要去，你就留在中国好好念那个，到美国干什么？那些人很可能到美国留学，将来就留在美国嘛。那另外呢，美国正在加快自毁教育吸引力。美国的教育吸引力是很重要的。美国之所以能够变成世界的最强，我常常在节目也讲，我说老共跟美国差远了啦。差远在哪里呢？一方面呢，最重要就是人才。今天全世界最优秀的人才，几个要到大陆去留学的，很多都要到美国留学嘛。你能吸引全世界最优秀的人才，你的国力才会强。那你现在美国自己毁掉了，现在再回来。好，美国的众议院天然资源委员会，它有一个委员会叫天然资源委员会，很多美国的委员到台湾来访问，外交部说我们跟他们就能源跟经贸合作交换意见那另外呢，赖清德接见他们说呢，我要加强买美国的石油，买美国的天然气，来强化我们的能源韧性那除了石油、天然气，还有农产品、工业制品、军事采购，所以我们都要买，要跟美国买那另外他们就说，到底跟美国买这个好不好了我们最早的时候跟阿拉斯加买天然气只有1%，品质可能也不是很好，又贵。后来慢慢增加，从2018到现在呢，变成10%，但是还是不高。那你在阿拉斯加这个石油是1980年代就开始规划，民主党一直反对，然后从冰天雪地的气产在冰天雪地的地方，然后呢铺1000公里以上的管线，台北到高雄，台湾全长也不过400公里，你看铺1000公里以上的管线，然后呢把这个气呢引到南部阿拉斯加南部的港口，然后呢再新建液化厂，因为气要变成液体才好运输，气体积很大嘛，液体体积比较小嘛。然后呢，这个在出口还有各种管线要投资440亿美元然后呢，这个将来的这个它的成本是从卡达或是墨西哥湾的2倍以上的价格，所以成本要高1倍，而且呢还要搞7年才供气而且将来民主党会不会有什么他的这个政策又改变了，也不知道。我们看一下。总统赖清德接见美国联邦众议院天然资源委员会主席魏德曼访团，提到希望台美能够加强双边贸易。未来面对国际情势快速变化，我们将持续增加对美国采购，包括天然气、石油等能源，还有农产品、工业制品甚至于军事采购。这不仅仅有助于双边贸易更加平衡，也能够强化台湾的能源自主以及韧性，还有经贸各方面的发展。同时，台美之间在高科技和制造等领域具有互补性。美国期望在工业化以及成为人工智慧的世界中心，台湾乐意参与，而且角色更为关键。总统强调会持续增加对美采购。魏德曼主席也表示，期待台湾与美国政府的对谈，讨论未来如何加强双边贸易与合作关系，并促进双方经济共同成长与繁荣。好，那么来建浩。我想这个增加对美采购，它一样在所谓的现在的贸易战、在关税战谈判里面的一环啊。那这么快的去释出说我们愿意买这个买那个，包含说之前把台积电去美国设厂，那也需要跟他们的产业合作。那现在又增加了说我们要买这个阿拉斯加的天然气，那还有农产品、工业制品，然后包含军购也都要跟美国买。当然军购本来就跟美国买，但是军购到底能不能算在商售的一部分里面？这部分到目前为止美国也没有正式的回应，所以能不能算在所谓贸易平衡、贸易逆差的这金额里面也没有讲的前提之下，现在又在讲说我们要去花这么多钱来买阿拉斯加天然气。当然第一个，台湾的这个天然气是刚需，没错，就是我们有需要发电嘛，就确实就需要买。那跟谁买，跟哪个国家买，买多少，这都是需要谈判，也需要重新来计算。那以阿拉斯加的这个天然气为例来话，那第一个，我们现在先说了，但是问题是它什么时候能够真的运到台湾，真的开始使用，可能要好几年以后的事情。那金额也比较高，那这件事情能不能放进谈判的筹码里面？我觉得这是第一个赖清德政府要讲清楚的部分。那第二个，回到所谓的能源韧性，每次提到韧性当然这个
原则上来讲，它是应该说要提供比较宽广的空间，比较有这个防御的能力。但天然气本身它必须透过进口，毕竟我们跟美国没有个直接关系嘛，它一定还是用 LNG 船来进口。那就回到了我们一直在担心的，包含说有很多的美国智库跟美国参议员，真是说担心一件事情，就是现在中共经常透过这种演习去封锁台湾的海域的时候，那真的如果因为最大问题说，因为美国如果能够介入，是因为军事行动，但是演习它不算是真正的军事行动，它甚至用海警船来封锁的时候，那这个天然气的船 LNG 船进不来的那一刻，到底谁能够介入，谁能够帮我们？那另外这样子怎么会是让台湾的能源有韧性呢？因为其实包含说，我想 AIT 也讲了非常多次，我不知道他们在这次会面有没有提到，但是美国已经公开讲很多次，除了天然气之外，他们也愿意去提供核能相关的协助，所以赖清德政府好像每次谈到核能，他们就不回应，因为其实美国已经讲公开谈很多次了。我们常常讲，甚至开玩笑，甚至觉得说，那干脆就开放美国公司来投资台湾的核能电厂。那因为他们也说嘛，这个新的核能技术、核废料，他们都能够提供新的技术来协助处理，那就把我们现在台湾内部的这个争议就解决掉了嘛。那所以为什么美国会这么在意所谓的核能技术呢？就是我刚刚提到的，其实他们最担心的不全然除了贸易、除了天然气采购之外，他们当然最担心就是说，如果中共透过这种灰色行动啦，这种是封锁的方式，那如果当台湾的不止天然气了，还有我们的晶片等等产业出状况的时候，那真的对全球会造成重大的影响。所以我觉得赖清德在这个事情上面，除了天然气采购之外，也要好好的去思考美国提出来的能源政策是怎么样。哪位置？我觉得我们现在台湾在积极在跟美国做更多的深化的合作哈。那我们看到不只是很多台商接下来很积极要去美国投资，从去年的数字可以看出来，美国在台湾投资金额是高达7.86亿美元，也就是去年是占整个台湾外资的第2名。占整个这个外资的大概超过10%。那所以近期来大家看到像 NVIDIA 啦、Google 都已经纷纷说要在台湾设新的这个不管是基地啊、研发中心啊等等。那这些都是好事情，都是非常好的事情。那我们看到刚才大家讨论，就说现在跟阿拉斯加可能要采购这个天然气哦，目前看起来比例是低的，但我认为这放在谈判一起谈，这当然也是可行的方向。不过前面其实在谈就是说美国的这个高等的教育。我其实认同，很多委员有提到是说，其实台湾应该除了经贸交流，也要跟美国有更多的学术的教育的交流，这个是我个人非常赞成哦。那不过为什么美国现在大家都不理解？明明在美国这么多学校可以收这么多的钱，吸引这么多的人才，为什么美国现在要开始对于人才要进行一些管制？我大概想要说明一下，它的其来有自，是因为像今年5月份哦，这个史丹佛大学它就有出一个评论，它有一份报告是在写说，中共将它非常多的特务呢，这个假扮成学生。也就是过去可能是情报人员来做情报收集的活动，可是现在就是把非情报人员放进来。一方面，他鼓励在校园当中，他可能鼓励更多的学生，你去这个研究中国的议题，邀请你去中国参访，甚至提供更多的奖金。另外，他们其实更担忧的是说，很多这种非情报人员透过渗透校园啊。那我们也知道，美国的不管是哈佛大学、史丹佛大学等等，他们其实在非常多高科技的研究领域当中，它的这个资讯其实是非常机敏的，包括现在大家讲 AI 机器人的领域。那其实还有为什么是说，现在美国作为一个民主大牌国家，他开始担忧透过学生、透过校园的这个红色渗透，因为看到中国其实在2017年的时候，它有一份国家情报法，它的规范不是在情报人员，它是要求你在全球的所有公民都被要求要遵守这部法律。你无论是在美国或者是全世界哪一个角落，你只要是中国的公民，中共都有权利把你叫回来，问说，你最近得到什么新的资讯？那甚至他们在中国的国家留学基金有一个管理委员，他也定期要求这些学生要写报告。好，那我只是要说明，确实我们看到美国在川普
这个开始在校园当中放了非常多的这个禁令哦，跟接下来有可能会暂缓发放这些学生签证，确实影响非常的大，确实影响非常大，就连比利时的公主可能现在也都受到影响。但为什么会有这些原因？我觉得作为民主国家，我们其实也要去思考背后的真正的原因。来，世轩，刚刚听魏慈讲了很长的一段时间哦，我试着去理解跟可以精华出来。大概的说法大概就是说，美国害怕中共的情报人员渗透美国，所以禁止这些国际学生入境。我们现在在讨论的高等教育是全世界最顶尖的教育，来自世界各地的真的是 top of the top 的学生进到美国。今天川普政策这样子大到一砍下去，这个对于美国自己国力，我觉得会造成很大的威胁。那现在在台湾，我其实期待民进党讲出来的是什么？是如果今天我的孩子要申请美国这些好学校，他正在这个 process， 他这个过程当中，美国现在丢出了这样议题，我要怎么应对？这才是所有国人跟家长最关心的，而不是你告诉我说，因为我们他们害怕情报人员会过去。过去在台湾不就是如此吗？前一阵子教育部部长针对我们学生跟对岸有学术交流的时候，他的说法是什么？不就是这些情报人员这个对岸的渗透等等？今天是关于台湾有这么多的学子，这么多精英的人才，可能要到美国去上学，他会受阻，会有这些挑战、这些困难。你告诉他说，因为对岸的情报人员，这是非常不负责任的论述。所以我认为台湾现在应该是要不只是去抢这些学生，有没有能力是另外一回事。更重要的是去协助这些即将要出国的学子。刚刚委员提到的去找委员的这个学生，你可以想象他努力了多长的一段时间，得到了这样子的结果，他终于可以去读书了。结果因为这些国际政治的因素，他完全束手无策。这时候才是政府应该要介入，而且给予协助的时候。现在川普除了他现在目前2个重点，一个是哈佛，一个是哥伦比亚。是他目前打击2个重点。那他将来呢，还调查耶鲁大学、普林斯顿大学，就是 Ivy League 学校，就是常春藤的名校。大家知道啊，这跟我们想法不一样。我以前傻傻的搞不清楚啊，就美国的常春藤的学校都是私立大学，对，我们台湾觉得公立比较好，不是私立大学比较好。但他现在也对公立大学下手，他对加州大学 UC 系统的，UC Berkeley、UCLA， 他也下手了。公立大学最怕他，因为公立大学公立嘛，你讲，私立大学还有他自己的这个董事会有自己这个基金的来源，资金的来源。公立最怕，私立还好，但私立也有很多计划是美国合作的。川普现在他的重点还不是中国，川普现在重点是你不能反犹太人，对，因为你反犹了，因为以色列现在去打那个哈马斯啊，这个打得太过头了。所以很多人就觉得你是不是太过头了嘛？大家同情你以色列，是因为你以色列以前被德国、被纳粹这样欺负，多少人几十万人送到煤气监里面去等等，所以同情你。但你现在去搞哈马斯、打哈马斯，你也很残忍啊！人家是不对，这个打掉你，这个炸掉你一些人，但你现在是100倍的奉还嘛，100倍的，而且还要将来把这个加沙通通拿下来。哦，以色列总理说：“我就是要把它拿下来。”那你这是不是已经这个违反比例原则？那川普就不行，你们不能讲这个校园你也不能有不同的意见等等。主要现在重点在这个方面，休息一下就回来。对啊。